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严先生，31岁，来自辽宁，自由职业；张女士，31岁，来自黑龙江，餐饮店老板。那么，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？他追的我，追到手了之后，他翅膀就硬了。别人都是想尽办法的粘在一起，他倒好，是想尽办法的要跟我搞异地恋。工作的时候他是我领导，生活中他也总想领导我。我觉得我们两个更适合距离产生美。你对另一半有什么不满？他看着挺老实，但他老爱招惹小姑娘，他主意还特别正，总爱自作主张，然后还总把事情搞大。我俩谁也不服谁，他控制欲特别强，总想压我一头，把我变成气管炎。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，参与互动，赢取惊喜好礼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哎，你俩什么工作上是你的领导是啥意思呢？对，我们是21年，然后在北京的一个4S店里面认识的。当时我就是他的直属领导，他就觉得我特别好，然后从一开始就开始追求我。追了一段时间，我就觉得他也挺不错的，然后我俩就在一起了。刚在一起之后，他就闹着要离职，就说为了我着想。那不就是怕影响你升职吗？可是我跟他说了没关系的，我是他的领导，然后对这方面我更知道呀，我就知道我马上就要升为管理层了。等我升为管理层之后，其实这件事情对我们俩是没有什么影响的。最后他越过我，直接找了我的上级，然后去办了这个离职。那我找你说了好几次，你不是不同意吗？那你为什么不能听我的呢？他就总是这个样子。那最后离职了？对，就离职了以后，离职了之后，在北京就开始找工作，2个月的时间没找到工作。我这边还给他加油打气呢。我说你再坚持坚持。然后他转身，他跑到天津去了。我说你去天津干嘛？他说他天津有一个亲戚给他介绍一份工作，还不错。他说他父母还在天津。我2个月没找着工作，我也着急。好不容易有个朋友给我介绍工作，我就去了。天津的工作也还不错。你要是说你着急找工作，在北京我也可以给他找工作呀，他又不用，感觉他非得要异地恋一样。那时候我俩才刚在一起半年，希望天天腻在一起。他倒好，这一个公司不是不说，现在一个城市都不是了。那你是又怎么开起来餐馆的了呢？我俩在一起第2年，然后我爸爸就突发脑梗，当时就完全不能自理了。他二话不说就直接从天津赶到北京来，然后就跟我一起就是照顾我的爸爸。然后我当时就很感动，我就觉得我俩感情也这么好了。然后我俩就一起买了对戒，然后吃了一顿大餐，然后就把婚给定了。然后我就为了他，我就把工作都给辞了，然后我就把我父母从19年经营的这个餐厅，然后就接管过来了。那也不是为了他吧？就为了我们。因为我们2个都已经订婚了，我就想着说有这么一个餐厅的话，我们2个可以在北京里面一起奋斗了。他在那边的工作也不是说多么固定。他是为了我，他为了把我留在北京，留在他身边，他要领导我。那我当时也跟你商量了，你也同意了呀。结果他在身边还给我出幺蛾子，天天跟那些女顾客就开始臭贫，就没个正形。我3令5申的，我告诉他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会生气，我会吃醋，我就直接跟他说了，他还是不听。我跟那些女顾客唠嗑。是因为他们都是附近的住户，我给他们推荐咱家的菜。那餐馆从19年就年年赔钱，那我不就是想提升一下餐馆的营业额吗？我有啥错？提升营业额的方式有很多种。他给女顾客送菜，你送1道2道我不说什么，他有一次直接送3道，就一个女生自己来的，他送3道菜。他不答应晚上还来吗？他从来不给男生送1道菜。我认为是女生比较爱说话，也爱说什么，就是介绍个朋友来，男的喝完酒喝2瓶啤酒扭头就走了，没啥用。是要是我进一个餐厅吃饭，然后这老板就一直跟我嘚说话，还各种送我菜，以后这餐厅我再也不来了。我觉得这老板有问题。对，相反，不务正业。相反，如果一个男的到这儿吃饭，这个男老板老给我送菜，我还得来。啊，对，那姑娘晚上来了吗？没来。所以后来他在餐馆干了多长时间呀？4个多月，不到5个月的时间。就有一次我特别生气，我白天我心情就不好，然后到了下午快晚上那会儿，有一个姑娘过来吃饭，她就跟人家就是逗人家开心，就我看她也聊得特别高兴，我就很不高兴，我就过去之后我就跟她说，我说你别跟人在这臭贫了，我说你这个店你能待就待，你不能待你就马上走。那我不听你的了吗？你这会儿听我的，他转身他就真走了。他说我有病，说我大惊小怪，我以为他只是出去生个气。再打电话说他已经到天津了。我在天津有工作，
是你让我留在北京的，我才留的。哦，所以现在就一直在天津呢，哈。对。所以你为啥非得把他拴在身边？北京、天津离得也不远呢。我就很讨厌异地恋，然后我就说有这个方法，我在很努力的，就是辞掉自己原本的工作，然后我说咱俩一起经营这个店儿。你干啥要辞啊？那不就想着跟他在一块儿吗？你跟他商量了吗？经营这个店儿他是同意，辞工作没跟他商量。他跟我商量只有2种结果：第一，我同意；第二，不顾我的意见。那就叫通知，不叫商量。哎，你对他是有啥不放心的地儿吗？我俩第2次异地了之后，有一次我看他手机，看见他抖音还关注他的前女友，还给他前女友视频点赞，我也没吱声。但是没过多久，我发现他们的微信居然还有在聊天。我当时看见这个东西，我就特别的生气。我内容我都没看，我直接拿手机就去找他，我说这是你前女友吗？他把手机接过去就把那个聊天记录给删了。他说我看错了。你这个操作也是，这个我承认，当时我就是慌了。他呢不光是我前女友，就是我自由职业嘛，我有一些艺术品收藏的渠道呀，我偶尔就是他给我一些货，我帮他卖。然后呢，就是为了增加自己收入嘛，处理过他的一些藏品，但是他没给我结钱，他说他手头有点紧，这事儿我就根本就不敢让他知道。我们2个刚认识的时候，就是朋友聊天，我跟他说过这个人的名字，特别巧，他呢跟他母亲的名字一样，前女友的名字和跟我妈妈的名字是一样的，跟我是一个姓。就光这么个事儿，他有的时候不爽，我根本就不敢让他知道我们俩聊什么。其实什么都没有，我打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们2个都没见过面，就是聊过一些工作上的事情，但是我根本就不敢让他知道。你聊工作上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敢让我看呢？我不就怕你多想吗？你肯定是有问题，你才删了他。所以这个让你觉得很没有安全感。对，他不仅跟他前女友，就是你们刚才也能感受到，他就虽然长得老实巴交的看起来，但是他就是不管是几岁的小朋友，还是说是他的什么女顾客，也能被他逗得特别开心。然后他的女同事也是，就是有一些什么八卦，有一些什么东西都爱找他聊。然后我就跟他说过，我说别的我不要求，我就有一个雷点，你别踩。我说我不喜欢你给那种异性发那种可爱的表情包。我说你长得这种那些表情包都是你发给我，我觉得好我才收藏的。啥样的表情包呀？我也带截图了，我们看看。你看，我是他女朋友，跟他撒个娇，这完全可以啊。但是他一个男生长得5大3粗的，给姑娘发这种表情包，你也说我5大3粗，就我这形象，我想发生点啥，那女孩都不干。那怎么那么多姑娘喜欢，又找他吃饭，又想着给他送吃的的，天天一吃东西就叫着他，自己家做饭也叫着他。我做销售的，我就好交个朋友。然后那个我们呢就想说，通过一些新的渠道方式拓展一下自己的客户池。就有一天晚上下班，我说那咱们一起去吃个饭吧，商量点事儿。他特别小心眼，我都跟他报备了，铺垫特别好，我怕有一点插头。然后那天意外来了，我跟朋友唠唠嗑，叫2个女同事。那这个事儿他本身就抵触我跟女同事就是吃饭呀、聊天什么的，我就没敢跟他说。巧不巧，他就那会儿玩了命了，就要给我打视频。那你到点了，你说好10点给我打视频，你10点都不到了，我肯定担心你啊。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就不行，就非得在那接。然后一接一看对面有2女的，那2女的他还认识，还有一个跟他不对付，立马就炸锅了，一宿就跟我吵吵一宿，就告诉我在天津就待不了了，就得回北京，就得在他身边接受他管辖领导。就是他也说了，我的雷点他是清楚的知道的，他就是在我雷点上面，他就不去真诚的去跟我沟通或者提前报备。你俩对未来有啥打算呢？我是想着26年结婚，因为其实就是像他说的，我这个店儿是有亏损的，让我家里有点负债，我就想着说是25年1年努力，然后把负债都清了，然后26年我俩就是轻轻松松就去结婚。他又有自己的主意，他就不干，他就非得说每个月要给我打点钱，然后说替我还这个负债。但我就感觉我本身也是他的女领导来着，然后现在他又要给我钱，我就觉得像是他养着我那种感觉，我就很不接受这件事情。男的养女朋友那不很正常吗？可是我就是觉得这个负债是我家里的负债，我就应该自己去把它给结清了，用这样子的姿态去跟他结婚。后来他就说什么，他说你是不是因为没房子没车子不跟我结婚？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不是，我说房子车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安全感，我的安全感就来自于咱2个人的挣钱能力。他听进去了，他转身他找他那个河北的朋友，就不知道从哪儿整了40万，跟人家开了4家民宿，钱现在全套进去了。我说现在好了，这以前我自己一个坑，现在咱俩1人1个坑，那不正好了吗？咱俩都有坑就结了呗。你听我的就不会有坑，他就是不听我的。哎，我想问一下姑娘啊，你除了债务的这个问题，说想要拖延一下婚期，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是在拖？还有，其实我会
感觉我俩现在的状态，包括他对我的感情，好像没有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浓烈了。就举个例子，就是像我有喜欢盲盒的这个爱好，就是当时我其实就是自己就是一个的买，然后就奖励自己是那种。结果他知道了之后，他就会给我端盒，然后就会给我家里都买了1墙的那种盲盒。然后我是每年有一个就是解锁一个新的挑战的那么一个习惯。然后我那年是告诉他我说我要蹦极，他自己偷摸去买的婚纱，然后我们2个是穿着婚纱去蹦的极，就特别的浪漫。这么浪漫，穿着婚纱蹦极啊！他这个体重蹦极还挺挑战。对，但是他现在，我今年告诉他，我说我今年想要去跳伞，他说他去不了。他说不行，他说他惜命，我就会感觉他前后的落差太大了，就感觉他现在心不知道在哪里。蹦极为啥能去，跳伞不去呢？那会儿没那么胖嘛，你看衣服也现在都穿不进去了。对，他现在身体健康的这一块他也不注意，我就跟他说，他现在确实比之前胖了也不少，他当时也是胖乎的，但是他特别健康，就陪我去爬香山或者爬山什么都没问题。他现在上个楼他都喘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得减肥了，他就不同意。我说你吃上你得管理一下，以前都是自己做饭，现在也不自己做饭了，开始随便吃东西。那不是现在没有功夫吗？我现在真说有点闲时候，我出去跑个网约车，一天挣200来块钱，我1个礼拜生活费都有了。我能吃1个礼拜。再没有功夫，你自己的身体你肯定要注意的。就是我一说他就说我磨叽啊，说他怎么样，我就觉得我就算当个坏人，我这方面也得去盯着他。所以姑娘，如果说你嫁给他这事儿打个分，满分100分，你有多少分还想嫁？83分吧。哎，为什么83呢？就是心里第一时间蹦出来一个数字吧。哦，哎，那先生您呢？100分您打多少分？ 180。满分是多少啊？满分100吗？不给180。满分100，我打180。就是他特想结婚。对，我就是挺可爱的，我是100个心眼子想跟他结婚。那你就能不能多听听我的？行吧，太可爱了。你们俩今天想让我们怎么帮你们？我就希望在生活当中他能够多听听我的。他就是要别人听他的啊！就我在工作上能领导他，我觉得我在生活上也可以领导他。如果他要是服你的领导，你就觉得这个83分可能还能往上涨一涨，对吧？对啊，我就希望他能尊重我的选择，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。说白了就是我不想被你领导，对吧？我翻译的准确吗？对。还有就是他那些异性朋友们的那种相处方式，他答应我的什么事都没，你答应我的事情要做到。你说不发表情包，你就别再发了就好了呀。他的表情就是被领导训斥了之后，也不敢还嘴儿。行，我们先问一问那个文先生和陈女士，他们俩的事儿有啥想要劝他们的吗？其实我觉得他俩啊的情况跟我们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至于异地恋啊，其实我个人的感觉，异地恋并不能产生美。异地恋的话呢，只会让2个人越来越远。矛盾只会越来越多，所以我建议的话呢，还是希望2个人在一个城市打拼吧。我觉得兄弟我喜欢你个性，与你产生美。啊！你不是等会儿，你俩是要在台上结拜吗？你这距离也没产生美啊，对呀，距离产生矛盾了，还距离哪儿美了？而且你这距离家都快散了。你一会儿你老婆都不知道出不出来，还在那美呢，你是挺美的。行，来，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对你们2个人有啥建议啊？来，周老师，我说姑娘，你太要强了，你要强到你根本不是去感受爱，而你只是去感受标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爱我的男人给我钱，就叫养我了，但是我只知道在婚姻当中，2个人就是彼此有难的时候彼此互相帮助，这可能是一种爱，但你没有看到啊。你要的都是我自己，因为你得听我的，你不听我的，你就是不爱我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都听你的，就不可能有那个浪漫的婚纱蹦极。我觉得真的好的爱就是我要用我的方式去爱你，而你能欣赏我爱你的方式。你只是想要一个能够标准化在你身旁的人，就像那个开的盲盒的玩具一样，他们只是没有生命的玩具，他们只能摆在那个地方任你摆放。但是爱不是，爱就是流动的。他可以今天用这样的方式惹你生气，但他明天会用那样的方式惹你开心。今天他可能做了让你觉得受不了的事情，但明天你会发现你们还是相爱的。所以我觉得你不爱他，你既然不爱他，那你不如放过自己，因为你想要的那种爱永远不可能存在。没有一个人100%永远听另外一个人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100%正确的，这就是世界的标准。
其实爱他，我是爱他的，就是他很多可爱的地方我都能看到。你不爱他，你爱的是他听话的，他符合你标准的。是我身上有一些独属于我自己的点，我希望这些点是可以被人尊重的。你那些不是你的点，是你的标准，而你的那些标准是束缚了你去感受爱的。我觉得爱就是一个感受，我感受到他给到我，我感受到他可能害怕惹我生气，所以他做的那些举动。他那些小举动让我看来他就很可笑，但是他还是接了视频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他其实对我来讲，他是愿意坦荡的，他能够透明的呀。他如果真的有隐私，他不接了呀。4年了，你们异地3年多，快4年时间，他想干嘛早干嘛，他为什么非要跟你结婚呢？同样男生，我也想跟你说，你刚刚说他就想领导我，你问这结婚的人，谁不是被谁领导？这也是一种爱，就是我愿意被你领导。你随便怎么领导我，我愿意看到你这种生气的模样，我还会愿意逗逗你开心。所以，如果你们2个愿意爱的话，我觉得明天就结婚呗，无所谓，因为那你本身就在一起，结婚就是一个证而已，那个证你想要就要，不想要不要，但是爱永远不需要用证来证明。哎，我太喜欢你了。如果说有这样的同事的话，你整个公司的氛围都不一样。如果说你要是到我们所里边，我们现在是3个办公区，我们现在希望我们都合到1个办公区，你就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就可以。真的，你这一点真是可爱。当时你是领导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喜欢他？可能就是他今天这个性格。你们在一起干饭馆的时候，他和其他的异性去联系，对吧？这也是他的本性，他去哪儿他都这样。我感觉你改变他，可能就把他身上最大的优点给抹灭了。如果说你当时是因为他现在这个性格啊，我和这个先生都喜欢这性格，你也是因为这性格你喜欢他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去改变他，因为你当时就是因为你是领导，他的性格吸引你了，你就得接受将来他这个性格继续保持下去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异地的问题，男方那就想跟他在一起，那你俩必须得在一个城市。我最后说一个法律问题吧，毕竟我是律师，是吧？那你们这里边包含了一个法律问题，就是在没有形成夫妻关系的时候，可能有财产的混同，这个词儿又来了，对吧？那如果真要是因为这种最后没有在一起，那你看他替你着想，你替他着想，我们把这个所有的钱都放在一个池子里边，那这个是很麻烦的，这个是叫细产了，它不是叫离婚分割财产，它是细产，是非常麻烦的。那个时候就是谁付出的多，谁就吃亏了。还好，你们俩现在没有去考虑到这么深的层次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些情侣还是要考虑这一方面的。大家恋爱的时候，感情特别好的时候，那都没问题。但是，一旦万一有家里边的参与啊，或者有其他的问题导致没在一起，那一下就变成仇人了。其实对你们俩来说，我的第一感觉我还是挺喜欢你们2个人的。我觉得2个人对于感情是有一个清晰的目标的，就是他们都清楚自己要什么。我觉得这个还挺好，明白自己要什么。但是我也能 get 到女生对于男生的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憎恶的那个点，就是我明明告诉你，我已经告诉你了我的底线在哪儿了，原则是什么，但你一破再破，一破再破。那姑娘既然能被破的，就不叫底线。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你一直在要求说这个男生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我觉得在恋爱的过程当中，很多女生会混淆，会觉得你听我的就是爱我的表现，但是你不知道有太多的人当面一套，背面一套。如果你一直是用你是否听我的话来作为判断标准和衡量标准的话，那我跟你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永远能听一个人的话。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能听你妈妈的话吗？也不全听，不就完了吗？所以这个男人跟你毫无任何的血缘关系，只是在一起了3年，他凭什么要完全听你的呢？工作上受你领导，是因为你真的是领导。但如果你把工作和生活都混为一谈的话，你们2个人没有任何的乐趣了。如果你爱他，是因为这个男人愿意服软，愿意被你领导的话，那你可能爱错人了。我觉得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我们要谈恋爱，我们要工作，我们要结婚，我们要生孩子，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人生当中的一部分。如果你必须要把它放大，放大至你整个生命的话，那这个事儿一定会出错的。我说2个关键词，一个是自信，一个是
尺度。自信主要说给女生听。我在家里，我通常管我们家那位叫领导，基本上事儿也都他定，但实际上他知道我是他的依靠。所以真正的自信来自于什么？不在于说谁听谁，来自于实力。我认为女孩在这段情感当中不够自信，因此你希望我就是你的领导，你不要去别的公司，我领导你。你就要在我身边，我们一起做这个事业。哎，我能领导你，你不能跟那些女生太过于的近啊。其实好像是种管控，但实则都在反映你的不自信，你都不敢去接受他充满爱意的馈赠，爱意的表达。你为什么那么不自信？为什么那么怕失去他？为什么那么怕被他看不起？相反，他还蛮自信的。我辞职我就辞职。我不想在你底下做，自信啊，所以在情感当中他是很自信的，所以他比较松弛感，而你比较紧，这种状态是不好的，不对的。男生啊，这个分寸和尺度一定要把握。你的幽默、你的性格，甚至于你的外在，整体都会给人好感。但如果一旦过度了，尤其是在跟异性之间的这个相处当中，咱过界了，不仅女朋友会不舒服。那个异性也会不舒服，就如同你送了3份菜的那个女生再也不来了，因为你好像是一种善意的，甚至于是一种无害的一种表达，但是在对方解读为你是别有企图的。所以说，在所有的社交场合当中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分寸感啊，过度了可就不好了。而在你和你的恋人之间，有的时候你也有点过度，过于的强调我可以离开你。过于的强调我不受你掌控，你明知道他其实缺乏自信，但你偏在这个点上去挑战他，以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和位置。虽然你可能不是诚心有意而为之，但是你的习惯啊，你的可能那种自在的松弛感过于松弛了，人家本来就紧嘛，所以一下他就会有不好的感受，这也不是你的本意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们俩挺好的，调调吧。我挺喜欢你们俩的，知道你们2个人这你来我往，给我一种什么样的即视感吗？我觉得特别像一种游戏，叫打地鼠。一个人拿着锤子使劲砸，另外一个冒出个头就躲起来，冒出个头，然后这是一个你来我往，但是又彼此吸引的过程。但是我会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，如果想要未来的时间能够很长久的话，首先你们2个人不要捆绑在一起去做一个宏大的目标，做一件事。因为换一个角色讲，女孩，如果男生是用你现在这种一本正的姿态，时时刻刻的去管理你的人生的话，你会不会想跑？你也会想跑。2个人的人生不是捆绑在一起，你就会有更宏伟的发展。恰恰相反，很有可能因为你们2个人太重合了，到最后就变得空间很狭窄。但是有一点，你是可以随时跑，但是你要定点回。就是你们之间要有这种默契的节奏，你知道他几点走，你也知道他几点回，你也知道他去哪儿。你可以时不时的让自己出去透个气，但是他是核心点，他再跑他会回到你这儿来，所以你就安心的去做自己的事。你如果真的希望你的快乐是很持久的、稳定的，这个不是他给你的，是你把自己稳定住，稳定的去做你想做的事，稳定的去看到你想要的发展。既然适合做打地鼠式的夫妻，就不要老想着我们联手去创造一个商业帝国吧。那接下来呢，2组嘉宾就要先回到转门后面思考一下，到底是否要出来。那我觉得给我们的第1组嘉宾要有一个出来的条件，是否有归期。这个归期可以是男方回去，或者女方就来带着孩子搬到广州，就是它是一个归期，未必是现在。对，要有一个，但是有一个规划。如果要是有的话就出来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咱今天不出来，好吧？感谢2组嘉宾来到节目，现在请先回到转门后。